兄弟们，昨天有一个粉丝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她很奇怪自己的男朋友不管在什么时间段找她，90%的概率都是在厕所奋斗，并且针对这个问题，她还询问了自己的闺蜜，结果闺蜜告诉她自己的男朋友也有类似的状况，并且频率更高，比如早上起床先去个厕所，出门逛街突然去个厕所，在餐厅吃饭吃到一半再去个厕所，甚至晚上睡前也要先去个厕所。而在两个人的交谈中还得知，闺蜜跟自己的男朋友沟通过，想让她以后做啥事之前先把大包丢掉，不要总是临时抱佛脚。结果男朋友给的答案却是提前拉粑粑没有感觉，努力再久都只是个屁，仿佛一时间男生总是在厕所的这个问题根本无解。那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今天就由前途君跟大家好好探讨一下。首先，对于丢大包这件事情来讲，就要先分为真大包和假大包。那么假大包最具代表的一种就是自我修复包，这种大包的诞生主要是因为男性在日常的生活中，因为在社交上所产生的全部压力需要独处时把这种压力排解出来而形成的，所以这种大包其实对于大部分的男性同胞有着充电、补充精力甚至缓解疲劳的神奇作用。就拿前途君的一个朋友曾经跟我讲，他说每次到了晚上下了班回到家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脱掉外套，然后去厕所蹲上半个小时，才真实的感受到自己还活着，并且在这样的一个小空间里我才是绝对自由的，真的是太治愈了。虽然这么听下来多少有点不对劲，但我们可以从这段话中得知，他真正想表达的观点不在于上厕所自己体内到底有没有大包，而是丢大包时的那种气氛。但话又说回来，对于丢大包可以自我修复这件事儿，其实在生活中男性面对困难的时候，多数人都更习惯以问题中心策略来开导自己，那就是直接关注问题本身，并且想出相对应的解决措施来直面问题，战胜焦虑。但相对于女性而言，则更擅长情绪中心策略来开导自己，她们遇到问题会优先关注自己的情绪，为了减轻问题带来的情绪压力，就会想办法把负面情绪宣泄出来。但女生不会像男生一样躲进厕所自我修复，她们可以拉着自己闺蜜的手，声泪俱下的把遇到的事情讲出来，并以这样的方式获得修复。所以这么说下来，男性本身并不擅长处理自己的情绪问题，在面对一些情绪压力无法解决的时候，就会更倾向去采取回避策略，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去做一些可以逃离焦虑的活动，比如打打游戏转移一下自己的注意力，或者自己一个人待着就会感到很舒服。而恰恰丢大包就是一种回避策略的应用，只要把门一关，世界的纷扰都和自己无关。并且躲进厕所丢大包这件事儿，在心理学上也是相当有意义的。有些心理学家把这种独处的时间说成是情绪的更新，他们认为独处的人可以利用这段时间让自己冷静下来，在这个过程中可以不用因为社交而刻意的隐藏自己，把最真实的一面展露。通俗的来讲，就是把伪装的自己解放出来，重新建设自我的感觉。另外，因为社会本身对男性的刻板教育和印象里，仿佛男性天生就要坚强，不能把自己脆弱的情绪暴露给别人，所以厕所就成了一个最佳的避难场所。在这个绝对安全的环境里，不管是丢出的大包还是自己流下的眼泪，都能帮助他们从生理或者心理上放空自己。不过话说回来，不管回避策略有多好的优势，它的适用范围只限于比较小的压力或者自己能控制住的压力。如果说过度应用这种回避策略的方式，就会从躲进厕所丢大包演变成酗酒或者服用能上瘾的药物等等。所以男同胞们如果再遇到某种情绪的压力的时候，可以试试不要再躲进厕所了，说不定门外的女朋友已经为你准备好了手指，当然我说的是擦眼泪的那种。再来就是另一种假大包了，不过名字是相当的高大上，因为这种假大包被称为罗曼蒂克消亡包。对于许多男性喜欢躲进厕所这件事儿，要躲的也可能不只是外界的压力，更多的其实还有家庭内部的矛盾。一位国外针对男性心理的治疗师就说过，很多男性其实是在用丢大包的方式作为借口，从而躲避家庭的责任。厕所是个天然的避难所，毕竟有一句老话说得好，管天管地管不了别人拉屎放屁，每个人都有着丢大包的权利和隐私，只是有些人在厕所不是真的在办正事儿，而是用这个合理的借口来躲避家庭的责任。那么问题来了，在一个家庭中，什么样的责任能让广大男同胞们这么难以忍受呢？关于2010年的一项调查得出，当一对情侣从恋爱走向家庭的时候，比起男性而言，女性其实更期待自己的伴侣能在他们这段关系中发生改变，尤其是期待对方某种行为上的增加，比如说花时间陪我，多关注我，多陪我聊一些有趣的话题等等。他们同样也希望在这段关系中，伴侣能有一些功能性的支持，就比如说一起分担家务之类的，或者等有了孩子，也会期待伴侣能承担起孩子的教育责任。对比来看，男性的想法就比较简单了，因为进一步的关系刚开始，只会期待性生活的频率是否增加，对于其他事情就没有什么要求了。这些说明女性希望在资源、时间、注意力都要伴侣做得更好，但这么多的期待往往让男性感到窒息，就是一个字，
累，在他们不想面对或者无力面对压力的时候，就会选择去厕所避难。比如你去洗个碗吧，等我先丢个大包；你去扔个垃圾吧，等我丢个大包；你先去把饭做了吧，等我丢个大包。所以厕所的门就像是一道闸，挡住了生活里能把人淹没的各种琐事。再来就是最后一种假大包了，我们称这种大包为蜜包。为什么会这样命名？从字面意思就可以知道，这其中肯定有猫腻。之前在网上有一个关于男人不想让女人知道的事的问答，其中就有几个男生说，我承认自己在上厕所的时候看一些美女的照片，如果被女朋友发现，肯定又要吵架，或者和女友在一起后，我还是会偷偷看前任的动态，每次都再三确认是不是真的锁好门了，不然我就完了。这些现象显然不是那么的正常，并且一位临床的心理学家就说过，被有魅力的异性吸引是一种本能，比如走在大街上看见一个美女，从而目光被吸引是没法控制的。但要注意的是，被吸引是被吸引，你自己的行动如何又是另一回事了。倘若已经有了自己的伴侣，就应该控制自己，不要去过度关注。控制不住自己从来都不是造成伤害的借口。关注其他有性吸引力的异性，明显就是不尊重现在伴侣的一种表现。所以当这个蜜包出现的频率过多时，还是要注意及时修正两个人的感情的。如果一直忽略这个信号，让蜜包一直拉下去，最终受伤的绝对就是你们两个人，无一幸免。那么最后我们要说的就是真正的丢大包行为了。如果肠胃不好，真的需要及时治疗。在我们这个地球上，每一个大包都是包含着各自的故事。如果说你的男朋友在厕所待了30分钟以上，并且通过种种手段确认他就是单纯的丢大包的时候，那他可能真的陷入了某种困境。一位临床助理教授就说过，一个肠道健康的人上厕所丢大包的时间不会超过5分钟。更有一项关于丢大包的流体力学研究表明，所有需要丢大包的哺乳动物，单说将大包从身体里丢掉的这个过程，平均只需要12秒。虽然没有什么研究证明男性丢包要比女性丢包久，但从饮食、压力、生活习惯等因素上来看，大部分男性确实会经历丢不出大包的情况。如果说每天喝水很少，或者吃的纤维类蔬菜不够多，都会导致丢包困难。如果以上2点与你无关，却还有这样的困扰，那就是单纯的便秘了。这个时候去医院找找医生，开个单子也不会很麻烦，毕竟便秘也不是啥大病。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不知道大家是否对男生总待在厕所里这件事儿有了一定的了解了？倘若还有小伙伴要补充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前途君，我们下期再见。